因为在这一次日本自民党总裁之争里面，这两位高市早苗跟小泉进次郎，最后高市赢了。好，赢了之后，现在大家讲什么？小泉你为什么输呢？小泉一开始说什么？哦，原因是什么？我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自身能力没有这么好。结果今天小泉就被打脸了。为什么被打脸？这是周刊文春报道，他说没有哦，你一开始你信心非常够哦，还在什么？在众议院的这个议员宿舍里面办庆功宴。就你隔天输惨了。其实本来大家都瞧好，什么就瞧好，就各派系都瞧好，小泉有可能当选机会非常大，甚至于说现在根据那个国民民主党的代表呢，玉木雄一郎，他甚至他说传出一个东西，就是什么，就是爆料啊，就是在这种宿舍，在他们议员的宿舍当中在开票的前一天晚上，竟然就类似这种庆功宴，就开始摆宴了下去。还有什么？什么意思呢？时有笑声，哇，很开心。对，很开心，以为自己会当选了，对，叫大意失荆州嘛，不是吗？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其实说真的小泉本身来讲话大家都觉得没什么料，但重点是因为他有石坡茂、菅义伟、岸田文雄，甚至于说过往来讲的话，反安倍的，或者是跟石坡茂这边可能比较好一点的，他们那个派系安排，结果没想到隔天一投票，这个麻生太郎一出手，结果一翻盘，不一样了，变成高市早苗当选了。不过现在因为高市早苗当选之后，大家也没有觉得说非常的这个乐观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高市早苗其实面对的问题的确是非常多。那这个造王者，你看这个麻生太郎了，你看到这张气势非常的80岁的老头子不一样哦，他非常开心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呢？终于可以扳倒石坡茂啊！为什么？因为其实以前石坡茂就对他大不敬，你知道吗？对。所以呢，当时来讲的话，其实麻生太郎就把这个事情隐忍到现在。那当然，他现在按住高市早苗当选之后，你看到开票当天多开心啊，爽翻天了。然后你看对照一下当初石坡茂当选的时候，去年当选的时候，你看麻生太郎的脸就是这张。也就代表说其实所有的言情都全部表现在自己的脸上但是呢，我们刚刚讲的麻生太郎他以及现在高市早苗，他们现在遇到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因为高市的这个政党来讲的话，就是自民党，在国会还是没办法过半嘛。对。那现在要靠的是谁？靠的是公民党，也是创价协会的这个佛教系统的这个公民党来帮他。那公民党的票数几票而已，24票，但是跟自民党加起来讲的话，也没办法过半，只是说在野党目前来讲的话，没有办法整合，所以使得自公联盟来讲的话，就基本上还可以掌握政权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高市早苗还是可以当女首相的原因在这里？但问题来了，这个公民党的党主席以及公民党的价值理念跟麻生太郎不合，对，所以就麻生造王者造高市早苗没有错，但是公民党现在扬言要退出执政联盟了。那这时候的整个日本政局又变得不一样了。所以廷辉，简单来讲，高市早苗尽管现在当总裁，但是当首相还有变数有变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只是外部变数外部变数就是说其他政党愿不愿意跟他合作，包含公民党现在扬言要退出，但是我觉得那个在在讨价还价。但是另外一个来讲的话，背后石坡茂会不会来反击？石坡茂还结合其他人说捅你一刀，对，背后捅你一刀也不一定啊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自民党现在来讲的话，有可能总裁一人只做1年的原因就在这里，说不定明年自民党又要改选了。所以基本上日本的政局现在是在动荡当中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，全新出击。